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世界上90%的困扰都可以通过本书解决。有些人可能觉得这种说法有点夸张，但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事实上，世界上的困扰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90%的困扰是由负面情绪引起的。本书将介绍如何重置情绪，确保将人生的态度转向积极正面。今天我将要总结华泽子苑老师的人生顺利者的情绪重置方法。正如开头所提到的，这本书的作者华泽子苑老师认为，实际上有90%的困扰是由负面情绪引起的。当大家思考自己的困扰时，也许会意识到这一点。比如，工作不顺利导致焦虑，对工作环境的厌烦引发烦躁情绪，回忆过去的痛苦经历或创伤。这些都是由负面情绪引发的困扰，而这正是本书要解决的关键。很多人在面对这种困扰时会试图消除困扰的根本原因，但这样做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消除困扰的根本原因往往十分困难。比如说，你的上司是个讨厌的人，你不想见他，所以不想去工作。那么，消除这个困扰的根本原因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是讨厌的上司突然消失了，或者讨厌的上司的态度突然变好了，诸如此类的情况。然而，改变别人的性格很难，讨厌的上司也不会突然消失。我们很难通过消除根本原因来解决困扰。因此，作者说的不是要消除困扰的根本原因，而是要重置负面情绪。这也正是为什么读了本书，能解决世界上90%的困扰。对于讨厌的上司而产生负面情绪的例子，可以尝试调整这种消极感情。例如，去发现严厉上司的积极之处。无论对方情绪有多消极，必定会存在至少一个积极的方面。严厉的上司也可以另一种说法，他可能是非常热心的。一个热心的领导比一个冷漠的上司要好得多。这就是改变对事物看法的角度，进行情绪调整的方式。说到情绪调整，你可能会想到将负面情绪从10调整到0的方法，但在本书中提到了如何将负面情绪转变为+5甚至更积极的情感。此外，本书内容基于科学研究，具有很高的可重现性。作者说，只要认真实施，就一定会见到效果。那么，通过调整情绪，让我们一起开始崭新的人生吧。今天我们的内容安排如下。首先介绍一种能够重置情绪的基本方法，然后解释瞬间解决烦恼的技巧，最后探讨有效割舍烦恼的方法。现在让我们直接开始讲解第一点。首先，我想从我们的情感究竟是什么开始解释一下。近年的脑科学研究表明，我们拥有的情感和心情等都是基于化学物质的反应。也就是说，过去被认为是心理变化的东西，实际上是受到神经递质和激素影响的。我们会有快乐、痛苦等情感体验，这实际上都是大脑内化学物质和激素的变化所导致的。例如，在感到痛苦的情况下，会分泌3种主要的压力激素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和皮质醇。这些物质会对我们的心理和身体产生不良影响。同样的快乐也是受到同样化学物质的变化所引发，比如说多巴胺、内啡肽和血清素在脑内分泌。了解到这些不同的神经递质和激素决定了我们的情感和心情，这是重置情感的第一步。一旦理解了这一点，对于我们的痛苦和快乐等感情来说，它们只不过是脑内化学物质的反应。因此，即使是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也有些人看起来很快乐，而有些人却感到痛苦。甚至在同样的工作环境下，有些人觉得很开心，而有些人却感到痛苦。这种差异在于是否分泌了痛苦的化学物质或者快乐的化学物质。通过改变对工作的态度、姿态、思维方式和目标设定等，只需调整大脑回路，就可以从分泌痛苦的状态转变为分泌快乐的状态。我们的情感是可以重置的。首先要记住这一点，即使在感到痛苦和困难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调整大脑内化学物质来转变为快乐和积极的状态。
有些人在面对困难时会感到绝望和放弃，但实际上，这种情绪只不过是由脑内化学物质产生的反应。意识到这一点，就能避免过度恐慌和绝望。即使感到痛苦，也可以通过调整脑内化学物质来改变自己的心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人会在困境中陷入狭隘的思维模式，因为痛苦会导致视野狭窄，无法看到更广阔的视野和积极的一面。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问题，从整体角度来看待事物，这样就能看到问题的积极方面。接下来，我想解释一下如何在一瞬间消除烦恼的方法。首先，我们先总结一下本书中提到的能够在一瞬间消除烦恼的方法。一瞬间消除烦恼的方法包括：一、想象愉快幸福的事情；二、掌握压力重置技巧；三、专注思考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将按顺序对这些方法进行解释。从第一种方法，想象愉快幸福的事情开始解释。首先，从想象快乐幸福的场景开始解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仅仅通过想象就能将痛苦的情绪转变为愉快的心情，这已经得到了证实。人类通过想象快乐的事物就能感受到快乐的情绪。相反，如果只想象痛苦的事情，就会感到情绪低落和压力增加。另外，仅仅通过想象快乐的事物就能提升免疫力，而想象痛苦的事物则会降低免疫力，这也已经被证实了。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戏剧系进行的有趣实验中，实验对象被要求整天思考，并在科学家面前扮演他们生命中最令他们感到沮丧的事情，以此来观察其表达。实验期间，实验对象被分成两组，一组回忆并演绎恐惧场景，详细追溯恐惧记忆并真实表现出恐惧情绪；另一组则只回忆并演绎愉悦的记忆。接着进行了几次从两组中抽样的免疫功能持续性调查，结果令人惊讶，回忆愉悦记忆的组免疫细胞数量增多且活跃，而回忆苦闷记忆的组免疫细胞数量显著下降，活性也减弱。易感染疾病，仅仅通过想象苦闷难过的事情，一天免疫力就会下降。这种惊人的身体变化被观察到。这实际上意味着是否受到压力，并非取决于是否真正面临压力，而取决于头脑中是否感到苦闷或被苦闷填满。因此，请记住，如果因为感到苦闷而只想着苦闷的事情，这只会增加压力激素的分泌，加剧压力对你的影响。在痛苦的时候，想象愉悦的事情可能会让人觉得难以实现，但请放心，有一种简单的想象训练方法适用于每个人，就是想象自己克服困难、不断成长进步的场景。比如，可以想象一个工作繁忙的商务人士，在面临报价单截止日期逼近的情况下，他需要追求时间，同时又不能出错数字。这种紧张的场景，在这样的时刻，你可以想象一些愉悦的场景，比如心中期待工作结束后享受啤酒和美食，想象自己在工作完成后举杯庆祝的场景。你可能会怀疑这种方法是否有效，但事实上，对于自己来说，能够想象到愉快的时刻，那痛苦的情绪无疑会减轻。相反的，如果只是想象痛苦和困难，就会越陷越深，进入恐慌状态。身体或许不总是自由的，但想象却是自由的，任何时候都可以。所以，为何不利用想象力来想象一些愉快的事情呢？想象愉快的事情能够帮助你驱散压力。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因为想象愉快的事情而感到兴奋呢？这是因为想象愉快的事情会促使幸福激素多巴胺的分泌。在许多商业成功法则中，都建议清晰地想象自己成功的场景。原因在于，清晰的想象会增加多巴胺的分泌量。多巴胺是一种可以提高动力的物质，能激发我们的努力和奋斗欲望。多巴胺还可以提升大脑功能，助力实现目标。这种超级大脑内物质的分泌，光是想象愉快的事情就能触发。因此，不想象愉快的事情实在是一种损失。下面我们来讲解第二种方法，学习重置压力的技巧。我想强调一下关于压力非常重要的一点，
即能否自我控制将决定压力是否会成为负担。即使面对困难，只要你能够自我控制，那么这个困境就不会成为压力。但当你感到无法自我控制、无计可施时，这就成为压力的根源。然而，当你有我可以应对的信念时，这种感觉便不再是压力，而是挑战。如果你在人际关系方面有困扰，不妨阅读一些改善人际关系的书籍，或参加一些人际关系改善的研讨会，这有助于有效减轻压力。学会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将原本无法控制的问题变成可以控制的问题，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即使你只是知道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即使实际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压力也会减轻。这一点在一些实验中也得到了证实。即使无法根除压力和痛苦的根源，只要掌握对策，就能显著减轻压力。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幸运的时代，在书店或在线平台上，可以轻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对于销售业绩不佳的问题，有许多销售技巧的书籍可供参考；对于如何高效工作的问题，也有大量的工作技巧书籍可供选择。甚至对于健康问题，如身体不适或睡眠不足，通常也能在书中找到解决方案。现在还有 YouTube 等平台，也可以快速获取解决方案。在现代社会，我们可以轻松地查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当你面临压力时，可以先稍微调查一下相关的对策，看看是否能找到解决方案。通常情况下，针对大多数问题，都可以找到解决方案或应对方法。了解自己的问题是否有解决方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可以减轻压力。接下来，让我们解释第三种方法，只考虑可以解决的问题。请允许我问您一个问题：您当前面临的困扰或问题是否是可以解决的，还是属于无法解决的问题？知道您的问题或困扰是否可以解决，是应对压力的第一步。据说，最容易造成压力的行为之一就是试图改变无法改变的情况。无法挽回的情况包括失去自己的孩子这样的情况。失去孩子的打击是无法估量的，无论多么希望重新与孩子在一起生活，死者是无法复生的。或者是因为自己的错误导致公司损失了1000万元，这种情况也非常困难。即使懊悔到想要死而复生，也无法通过时光机重新开始。实际上，事情不会回到从前，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实。因此，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力以赴做好当前能做的事情。这包括努力做好后续工作，以最小化损失，并努力工作以弥补损失。试图改变无法改变的事物虽然有点残酷，但这只会是徒劳无功。那么，有哪些问题或烦恼是无法解决的呢？无法改变的典型情况包括过去和他人。当你面对问题或困扰时，首先要考虑这个问题或困扰是否可以改变。如果可以改变，也就是说可以解决，那么你只需要冷静地了解解决方法或应对方法，并付诸实践即可。另一方面，如果是无法改变的问题或困扰，那么纠结于此将是最大的压力，而这种纠结是毫无意义的。接受这个问题作为事实，然后探索除了消除根本原因之外的其他解决方案是至关重要的。当我们面对问题或困扰时，常常试图消除问题的根本原因，因果关系在此起作用。原因不变，则结果不变，即现状不会改变。然而，这种看似合理的想法是错误的。虽然消除根本原因可以解决问题，但并非所有问题都能直接解决。家人或亲密友人去世所带来的痛苦，无论我们如何努力，都无法消除根本原因。在处理这种痛苦时，不应以消除根本原因为目标。我们需要时刻考虑除了消除根本原因之外的其他方法。接下来，我想要解释一种关于如何割舍烦恼的方法。在前面两种方法无法奏效时，有时候我们面对一些感情是无法消除的。当我们无法消除问题的根本原因时，就需要尝试下面即将介绍的方法。首先，让我们总结一下解决烦恼的方法：一、寻求他人帮助和倾诉；二、加强与朋友的联系；三、学会逃避压力。
接下来，我们逐一解释这些方法。首先是寻求他人的帮助和倾诉，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之一。有些人可能会反驳说，倾诉也没用啊，特别是那些有严重烦恼的人，他们觉得即使倾诉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就选择了不向他人倾诉。他们不跟同事说，也不告诉家人，一个人默默承受烦恼，问题会越来越严重，痛苦也会越来越深，问题会不断恶化，最终甚至可能导致自杀。实际上，在自杀之前向他人倾诉的人只占40%，有60%的人选择不向任何人倾诉。一个人独自承受烦恼，最终可能导致突发自杀的情况。因此，情况越严重，越是无法倾诉，无法倾诉又使问题更加严重，这种循环会使痛苦更加加重。你知道倾诉有哪2个目的吗？寻求倾诉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获取建议和意见，另一个目的是希望得到理解，而不仅仅是建议，更需要共情。在痛苦的时刻，就像我之前所说的那样，我们的视野会变得狭隘，即使我们觉得自己的痛苦无法改变，无法重置，但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很多时候，无法改变的痛苦和无法解决的问题，在专业人士那里求助，往往能够轻松解决，这并不少见。不要孤单地承受烦恼，请与他人倾诉，可以是你的朋友、家人，或者专业的问题解决专家。在市政府或区政府也有各种问题咨询的窗口，而在保健所也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服务。长时间独自忍受烦恼，只会让痛苦持续下去。通过与他人倾诉，你可能会意外地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然而，有些痛苦是真的无法得到支持，无法消除根本原因，也无法解决的。例如，被诊断出晚期癌症、公司破产或家人因交通事故突然身亡等情况。但即便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寻求倾诉仍然是有意义的。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因为仅仅通过倾诉，心情就会变得清爽，情绪会得到释放。虽然无法说痛苦会转变为愉快，但至少会感到轻松许多。将内心深藏的痛苦倾诉出来，即使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心情也会得到明显的改善。即使是那些无助和无奈的消极情绪，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因此，请记住，一味地认为倾诉没有意义是错误的。接下来是第2个方法，即更加重视朋友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拥有朋友圈会减轻痛苦。我相信大家从日常经验中也能感受到这一点。朋友的存在对减轻压力非常有益，这得到了许多医学数据的支持。举例来说，有研究通过观察朋友和陌生动物共处的心理应激情况来证实这一点。当年轻的猴子被放置在新环境中时，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但如果有同伴在身边，压力的表现就不会那么明显了。此外，数据显示，在与朋友或同事频繁互动的日子里，皮质醇水平比与社交联系较少的日子要低。一项研究指出，在同时患有心肌梗死和抑郁症的患者中，缺乏社会支持的人群，心肌梗死导致死亡的风险是有社会支持者的3到4倍。有朋友在身边会让我们感到更有信心。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研究发现，他们让受试者在公众面前发表演讲或表演，然后观察压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在观众中有朋友为其加油的受试者的压力反应比没有朋友支持的受试者要温和得多。这表明朋友对缓解压力非常有帮助。从生物学角度看，有朋友在身边，得到朋友的支持可以明显减轻压力。在痛苦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不愿与任何人见面，更倾向于独处。与人相处需要消耗意想不到的能量，在痛苦的情况下，这种能量会变得非常有限，因此不愿意与人交往。当你不想见人时，强行见面并不是必要的。这样做可能会让对方感到困扰，也会让自己感到更加疲劳。但长时间保持不愿见人的状态并不理想，因为这可能会加剧孤独感，
最终会使痛苦更加深重。原本可以通过交谈缓解的痛苦，如果长时间压抑不发泄，可能会变得难以处理，孤独和孤立都会带来痛苦，这是不争的事实。陷入这种状态时，原本的痛苦会加倍增加。因此，即使在不想与人见面的痛苦状态下，也要意识到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可以向朋友、同事或家人倾诉，说出内心的困扰，听取他们的意见。作者指出，要珍惜这样的时刻，因为有朋友、同伴或家人的支持，可以缓解你的孤独、焦虑和恐惧等负面情绪，同时也会获得勇气继续前进。接下来，我们要解释第3种割舍烦恼的方法，也就是逃避压力。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介绍了多种重置情绪的方法，但如果即使尝试这些方法仍然无济于事的话，那么请考虑采取逃避的策略。如果公司的压力让你无法应对，那么辞职就是一种逃避方式。如果因为压力而导致身体健康受损或者患上抑郁症，那么选择逃避可能会更为明智，因为失去了身心健康，甚至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然而，决定离开和真正离开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想要强调的是，并不是要立即辞职，而是先考虑这个选择。真正是否要辞职，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处于痛苦状态的人，往往会被无法摆脱的压力所困扰，这种痛苦感往往伴随着对未来的无限焦虑和恐惧。即使你在现有工作中感到极度痛苦，但选择辞职就意味着可以摆脱这种痛苦。辞职的主动权掌握在你手中，只需提出辞呈即可。然而，许多人即使痛苦也不会考虑辞职，他们担心辞职后无法谋生，无法养家糊口。他们认为无法离开工作，但这样做意味着无法改变现状，也无法摆脱困境，因此会受到强烈的困境感束缚。这种思维方式会加剧当前的痛苦感，即使在黑暗的工作环境中，即使痛苦到极点，也不愿辞职。如果这种极限状态持续数年，甚至会产生结束生命的想法。因此，考虑辞职是一个选择。当你真的无法忍受时，考虑提出辞呈，这一念头将为你结束痛苦提供可能性。在痛苦中，你可能会考虑辞职离开目前的公司，你会开始寻找公司的缺点：低工资、无加班费、长时间工作无调整、领导性格差，以及工作内容不符合个人意愿等等。然而，一旦有了辞职的念头，你看待事物的角度会完全改变。这样的公司对你的影响也不再那么痛苦，你的情绪也会得到重置，感觉轻松许多。辞去工作时，会意识到失去的东西，即使每月20万日元的薪水并不高，辞职后零收入也不是解决之道。虽然讨厌上司，但还有几个同事很体贴。此外，无法忍受繁忙的工作量，但曾有过出差经历，通勤也很便利。考虑到下一家公司可能也不会很顺利，附近的定时店也很美味。放弃工作会让人从寻找缺点转变为寻找优点。决定放弃时，会感觉之前抱怨的都是小事，开始回忆美好记忆，甚至注意到对方的长处。交往时常吵架，但分手后会回忆美好时光，开始注意到对方的优点。这种经历很常见。距离近时，易看到对方的缺点和不足；稍微拉开距离，则能看到对方的长处和优点。因此，适度保持距离，能客观看待情况。如鸟瞰全局，如无法解决，考虑辞职或逃避，会感到轻松许多。适时应对，大家的感受如何呢？感谢长时间的陪伴。今天分享了一些瞬间消除烦恼和放下困扰的方法，信息量较大，不需要全部实施，可以选择感兴趣的内容开始尝试。不论遇到何种困难，首先要认识到自己的痛苦和困境只是大脑产生的物质，然后逐一记录并处理每一个烦恼，我们就能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并逐渐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感谢大家长时间的陪伴与倾听，今天就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